中国还有什么不会落叶飘？最近刷到天津直博会的视频，不少网友都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要知道，落叶飘这特技动作可不是咱们的原创，但这几年中国硬是把它从战机专属技能玩成了空中装备通用操作，连最接地气的空中三蹦子都在直播会上秀了把丝滑的落叶飘，属实让人大开眼界。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快看，是直 20T。 10月17日的天津空港经济区第7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现场，旋翼轰鸣声从天际线处滚滚而来，人群中刚有人喊出名字，一架银灰色直升机就如离弦之箭般刺破长空，以战斗姿态快速进场。是的，本届直播会的顶流明星直 20T 来了。在代表陆军亮相的多型直升机里，直 20T 的人气堪称断层第一。不少观众早早就举着相机抢占前排，嘴里念叨着就位等它飞。最想看的就是直 20T， 毕竟这可是能在火力突击和机降运输两种模式间快速切换的空中多面手。不管是昼夜复杂气象，还是搜索营救、物资运输等任务，它都能全时全域出动，直接推动陆军作战力量转型升级。这样的硬家伙，谁能不期待？直 20T 已到达预定位置，将点头向各位来宾致敬。解说员的声音刚落，空中的直 20T 突然悬停定格，下一秒机头缓缓向下倾垂，活像一位身披铠甲的空中骑士，优雅地向观众颔首问好。原本因紧张期待而紧绷的现场氛围，瞬间被这抹灵动的互动揉得柔软，连高速旋转的旋翼仿佛都放慢了节奏。还没等大家的欢呼声落地，解说员又抛出新惊喜，下面将进行跃升倒转动作。话音未落，直 20T 猛地贴地快速机动，随即像被无形的手向上提拉，瞬间完成陡峭跃升。观众的视线死死锁定着它，连呼吸都跟着放慢。到达顶点时，机身突然倒转，紧接着俯冲拉起再倒转，一连串高难度动作行云流水，每一个转折都精准利落。现场的惊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相机快门声更是连成了一片，根本停不下来。就在大家围着屏幕回放直 20T 的精彩瞬间时，场边突然传来一阵不一样的引擎声。抬头一看，三架涂着黄白蓝三色的小家伙正喷着浓浓烟雾，以急速爬升的姿态轰隆隆冲上蓝天。这是来卖萌的？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可爱的飞机？人群里瞬间响起疑惑的议论声，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三架旋翼机已经拉出3条彩色烟带，以整齐的梯形编队在空中画出致敬弧线。现场瞬间沸腾，掌声、惊呼声和快门声再次炸响，比刚才还要热烈几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看似软萌的小三蹦子居然藏着超强实力。只见他们在空中接连完成360度落叶飘、螺旋下降，机身像被风吹动的落叶般旋转着下坠，却始终稳如泰山。紧接着又上演双向跃升倒转，一侧拉起，一侧俯冲，动作干脆利落。最后连侧滑漂移都搬了出来，机身贴着空气滑步，把太阳之鹰旋翼机的速度与机动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小编后来才知道，这3架黑马来自郑州国家通航示范区，是当地企业三河航空自主研发制造的河南造航空器。作为国内首支国产旋翼机飞行表演队，他们驾驶的机型早就拿到了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可不是花架子。这次亮相直播会不仅让大家看到了河南低空经济的技术硬实力，更实打实证明了中国通航产业欲飞冲天的强劲活力。原来咱们的民用航空器也能在国际舞台上这么秀。从硬核的直 20T 到灵动的河南小三蹦子，这届直播会算是把中国直升机实力玩明白了。不管是守护国防的大国重器，还是赋能产业的民用尖兵，都在向世界证明中国直升机领域既有硬核底气，也有创新活力。
说起旋翼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陌生，甚至误以为这不就是直升机后面加个螺旋桨吗？但实际上，旋翼机的诞生时间远比直升机更早，它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是一种飞行原理独特的飞行器。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艾伦·赫利斯率先探索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研发。他认为，通过旋转旋翼可产生足够升力支撑飞行器重量。经过多次尝试与改进，终于在1939年成功制造出第一架旋翼机——赫利斯旋翼机。这种飞行器的飞行原理并不复杂，起飞时飞行员通过操纵杆控制旋翼旋转速度，旋翼转速越快，产生的升力越大。当升力超过飞行器自身重量时，便可实现起飞。一旦达到一定高度与速度，飞行员调整旋翼倾斜角度，即可推动机身实现水平飞行。与直升机相比，旋翼机有着明显优势。首先，它不需要尾桨来平衡旋翼产生的扭矩，整体结构更简单。其次，由于没有直升机旋转叶片带来的额外阻力，旋翼机的飞行速度通常更快。此外，它的飞行噪音相对较小，对环境的声音干扰更低。不过，旋翼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受升力产生方式的影响，它在低空飞行时可能出现升力不足的情况，而且必须逆风起飞。若无风，则需要在跑道上滑跑一段距离才能离地。同时，由于飞行原理与直升机差异较大，飞行员需要接受专门培训才能熟练操控旋翼机。而在解放军的装备序列中，也有一款被士兵称为空中三蹦子的旋翼机，它就是猎鹰旋翼机。这款机型体积小巧，可搭载1至3人，主要配备给特种部队使用，不仅能挂载导弹打击坦克，还因独特设计被称作永不坠落的飞行器。猎鹰旋翼机的起降条件十分灵活，有风时可实现原地起飞，无风状态下在20米长的简易跑道上也能顺利升空。它之所以被称为永不坠落，核心原因在于，即便发动机在空中意外停车，旋翼仍能依靠惯性继续旋转产生升力，带着机身安全降落。虽然现代直升机也具备类似的应急降落能力，但多数直升机吨位较大，降落时螺旋桨转动产生的升力不足以充分减速，而且直升机必须依靠尾桨抵消旋翼力矩，一旦尾桨被攻击损坏，机身就会在空中失控旋转，风险远高于旋翼机。除此之外，猎鹰旋翼机的飞行噪音比直升机小很多，更适合隐蔽行动。从性能参数来看，猎鹰旋翼机搭载一台120马力汽油发动机，3座版本的马力提升至135匹。这种燃料在战时极易获取，保障了装备的实用性。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85公里每小时，空中续航时间约4小时。这样的续航能力足以支撑跨越台湾海峡的任务。在武器配置上，一架猎鹰旋翼机可挂载4至6枚反坦克导弹，能对敌方装甲目标实施精准打击，让敌军直面从天而降的章法。在战场上，猎鹰旋翼机的用途十分广泛，主要承担侦察、反装甲和敌后渗透任务。它体型小巧且擅长低空飞行，很难被敌方雷达探测到。这种隐蔽性让它成为特种部队执行秘密任务的理想装备。更重要的是，猎鹰旋翼机的制造成本极低，一架的价格与中档轿车相当，在造价高昂的军事装备中堪称性价比之王。也正是因为结构简单，制造门槛相对较低，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具备基础机械知识，用简单工具在家就能尝试组装。早在10年前，央视就曾报道过一位农村大爷的案例，他用木头和摩托车发动机自制旋翼机，还成功实现了载人升空，从侧面印证了这种飞行器的易制造性。不过有军迷提出疑问，现代战争已是无人机的天下，需要人员操控的猎鹰旋翼机理念是否已经落伍，应该被淘汰？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全面。诚然，猎鹰旋翼机的部分功能已被无人机替代，但它在载重、
短距起降能力上的优势是当前无人机难以比拟的。除了侦察与攻击，猎鹰旋翼机还能承担物资运输任务。300公斤的载重可输送大量弹药，在战场救援中，它还能将前线伤员及时送回后方救治。更关键的是，即便在我方电磁权被敌方压制的情况下，无需复杂电子设备支持的猎鹰旋翼机仍能正常执行任务，发挥战术作用。目前，解放军也在加紧推进猎鹰旋翼机的升级，探索有人版加无人版协同作战模式。这种组合既能发挥有人机的灵活决策优势，又能借助无人机的隐蔽性与风险性，形成更全面的战术体系。要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重点投入直升机研发，军用无人机领域也曾长期处于短板状态，而猎鹰旋翼机的出现，恰好填补了直升机战场生态位的部分空白，对完善解放军装备体系、提升实战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